日本牵头这期准备憋大招，没成想中国提前给了一个下马威，万吨大驱绕日巡航。以后这种情况，日本要适应适应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旭说。当下人们最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，就是即将在日本召开的 G7 峰会。在会议还没召开之前 ，G7 就迫不及待地将矛头对准了咱中国。那有报道称在这场即将举行的会议上 ，G7 国家将放言要求中国遵守所谓的国际规则。那可以想象到，这样一场峰会召开，将会对中国出多少阴招啊！在中美激烈对抗的背景之下，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吧，那这一场峰会就是冲着咱中国来的。在清楚这一前提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如何反应呢？那这一次我们不会坐视不理。在日本牵头G7憋大招之前，中国就给了一个下马威。据悉，近日日本自卫队舰机发现了非常壮观的一幕：中国海军编队连续穿航日本周边海峡，这一场景形成了绕日之势。那这一行动究竟有何特殊意味呢？我们知道，中方穿航的海峡都属于国际水道，所以中方在该地区的航行活动那是完全合理合法。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之下，中方的行动却仍然传递了一个很不一般的信号。那近些年来，日本的挑衅姿态我们是有目共睹美日的联合动作也在说明，日本正在被打造为一个遏制中国的最强跳板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中国必须有所行动。面对美日这类挑衅者，最佳的手段就是使用武力威慑。那这一次绕日航行并不是中方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动作，但是相比于以前，这次我们的时间跨度明显有了大幅度的延长，加上这正好赶上G7峰会召开之前，我们不由得怀疑这是对日本的一种明显敲打。那近段时间，中国对待挑衅行为的态度是越来越清晰。比如加拿大扬言驱逐中方外交人员之后，中国立即做出了对等的反制举措，而与此同时，我们还表示会保留后续反应的权利。那既然如此，在面对日本满怀敌意的挑衅时，我们又如何会坐视不理呢？那更为重要的是，中方的行动完全合理合法，日本根本找不出任何有效的抗议理由。那今后日本需要学会适应类似的情形了。随着中国海军逐渐由浅海走向深海，那这种情况只会越来越多。据相关分析人士指出，中国海军前往西太执行相关任务或者是巡航，已经是实现了常态化。这不仅是我们发展大国海军的必经之路，那更是我们对挑衅者的一种示威方式。日本必须明白，真当美国跳板这事儿，那只会给自身带来深重的灾难。日本不仅需要透过中方一次次的巡航行动，明白中方的警告，那更需要知道，一旦他们冒出危险企图，中国随时随地能够进行一场围日行动。这日本不要高估了自己，那更不要低估了咱中国的实力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